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老玩家都比较熟知的 TCP 调优的脚本。这个大神呢是从16年就已经开始在维护这个脚本了。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脚本的一些信息观察到这个点，多长时间了？有7、8年的时间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脚本存在的时间是非常久了，而且这个大神呢它是不断的更新。那像我这种刚接触不是特别深的，可能对这些脚本的熟悉度还不是特别足够，所以今天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大神一直在维护的这个脚本。别看它这个写的是 BBR 内核，其实它是 Linux 的内核， Linux 内核能升级到最新的6.2 的这个版本，非常简单，非常适合小白，所以升级内核呢不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首先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一整串命令一口气输入就可以了，这个 update 更新索引，还有安装 wget 下载工具，还有 sudo 管理权限，这一块呢就是用 wget 去到大神的这个地址去下载对应的脚本，然后并且给这个脚本呢赋予权限，并且运行这个脚本，4行全部复制。来，我们来到一台 VPS 上看一下，直接执行就可以了。好，这样的就已经运行了。那我们并且是最新的这个脚本。当然大家如果用了1个月2个月以后呢，那你可以尝试更新脚本，按0就可以更新脚本啊，当前是最新，无需更新，所以这个非常人性化，而且都是中文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的 Debian 12 Linux 内核是 6.1.07， 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升级的时候升上来的内核，对吧？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用这4个命令了，我们直接运行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运行了以后呢，我这边选择1啊，更新 BBR 的最新的内核，那我们点击1，然后回车。好，这个脚本呢就会根据你当前的系统环境匹配对应的内核参数，帮你把当前的 Linux 内核更新到最新。这个最新是非官方的，是可能大神通过编译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取来的，所以非常方便我们去更新，研究一些内核新的机制，新的提速效果是不是对安全性有帮助，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尝试。这样的话我们的内核就更新完了，它包括了 ARM、AMD 发行版的系统，比方说乌班图啊、Debian 啊，还有 CentOS， 它其实都可以兼容支持更新到最新的内核的。 Reboot 一下，重启一下服务器，其实你的 Debian 或者乌班图或者 CentOS 不是最新的发行版，你同样也能更新到最新的 Linux 内核，这个是不冲突的，只不过发行版给你提供的 Linux 内核呢是比较稳定比较长久的，就是不会有经常更新的情况。大神的这个就是每个月或者每几个月更新一次。为什么我会把这个 6.2.2 定义成第三方的稳定版呢？因为第三方不是跟着发行版走的，不是跟着 Debian 12或者 Debian 11或者乌班图 22.04 版本走的内核都称之为第三方的版本。那为什么它又是稳定版呢？那我们可以来到 Linux Cortana， 就是 Linux 内核的官方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版本是 6.2.10， 我相信大神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更新到最新的 Linux 官网发布的最新版本，当然也不一定是10了，有可能是11、12这样的，当然不会有官方这种更新的这么频繁。它的更新呢就是意味着要通用的进行一个编译，包括各种架构的各种系统兼容的它都会编译一个，编译这个很花时间而且很费劲，如果像我这种小白的话搞了好几天非常慢。编译首先你在 VPS 上编译就很慢，其次呢还有很多参数我们要了解这个回头如果我把流程跑通了整明白了，我再会跟大家分享内核更新的这些门道，内核编译的这些门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时无刻你想用到最新的 Linux 内核都是可以的。好了，回过头来我们再输入一下这个脚本，这个脚本还有一些内容我要跟大家讲。内核我们已经更新到最新了，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BBR FQ
BBR、FQ、PIE。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PIE 是更进阶的 FQ 的拥堵算法。那 BBR 呢？ BBR 是谷歌的开发的一个拥堵算法，和 FQ 是可以配合的。那 BBR2 和 BBR 有什么区别呢？ BBR 的话可能更激进啊 ，BBR2 的话可能更公平、更均衡的调配网络资源。所以我一般是会选择12这个选项。然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 VPS。再往下看，这边有一个打开 ECN ECN 是什么？ ECN 有可能像是一个前哨啊，它来决定过来的数据是否分配，然后是否数据量大，然后它再给下层传输层给予一些指点或者指示。那对于我们网络环境不好的话，这个东西会有副作用，所以一般是不建议大家开启的，默认也是不开启的。那有的小伙伴说，那我们能不能用 BBR2？能用 BBR2 的话，你得需要重新安装内核。BBR 和 BBR2 它们的内核不能共存，它们是独立的。上面的一些选项里头去使用 BBR2， 甚至 BBR Plus。那我个人建议呢，大家还是用 BBR 就可以了，因为是最标准的一个架构。21还有22，它们是对系统配置进行优化和应用优化方案2。那这两个呢，我个人建议不用开启，因为开启了我这边的体验是不是特别好。那其实我们综上所述呢，那我只使用了一个1把内核提升了，并且用了一个12把 BBR 加 FQ 的 PIE 打开了，就这样。还有更多更细节的一些点，大家可以去面板，你可以自己去尝试看或许对你网络速度、机器的性能、安全性、稳定性都有一定的提升。那随着往后的 Linux 内核的这个不断的提升，像这个 Rust 慢慢的融入进来了，对我们的安全性肯定越来越好了，更多的组件驱动都用 Rust 来写。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